吹爆的 T-14阿瑪塔為何不敢上俄烏戰場？俄烏衝突打到現在，俄軍幾乎把陸軍裝甲部隊的家底全都搬上了前線。T-72B3、T-80BYM 這些服役幾十年的老坦克，成了俄羅斯地面作戰的絕對支柱。按照陸軍裝備迭代邏輯，新一代主戰坦克理應承擔主力作戰任務，可被俄羅斯軍方宣傳10餘年，號稱全球首款第4代主戰坦克的 T-14阿瑪塔，卻始終未進入戰場一線執行實戰任務，從未參與正面攻堅、反坦克硬仗。這款被俄方奉為陸戰之王的新一代坦克，到底因何無法在俄烏戰場投入實戰？T-14阿瑪塔究竟是不是真正的4代坦克？先給大家澄清一個被各路媒體帶偏的核心真相：目前所有出現在烏克蘭戰場的 T-14，沒有一輛是正式列裝的作戰型號，全都是未完成測試的試生產車。俄軍把這些半成品拉到前線，根本不是讓它執行作戰任務、衝鋒陷陣，僅僅是借助真實戰場環境測試數據、排查設計漏洞、驗證系統可靠性，全程部署在俄軍完全控制的安全區域。連交火區的邊緣都不敢靠近，更別說和烏軍坦克正面硬剛。想要看懂這款閱兵式上的明星坦克為何在真實戰場裡如此鬆包，我們得先回頭看看俄羅斯陸軍真正能打、能扛、能消耗的家底到底是什麼樣子。很多人提起俄羅斯陸軍，第一反應還是蘇聯時期的鋼鐵洪流，可如今的現實早就不是當年的樣子了。如今俄軍能在俄烏戰場穩住陣腳，靠的根本不是什麼坦克裝備，更不是那些被吹上天的先进4代坦克，而是 T-72、T-80、T-90 這3款服役数十年的老款坦克，最短的一用30多年，最長的快半個世紀，妥妥的装甲界老兵。這些坦克能打，核心就4個好處：便宜、耐造、好修，造得多。先說價格 ，T-72B3 单車成本僅120萬美元左右，就算是深度改进的 T-90M 也不過250萬美元。就算被反坦克導彈擊中，直接戰損報廢，俄軍也完全不心疼，根本扛得住這種高消耗的戰場。再看結構，這些老坦克沒有複雜的電子系統，沒有嬌貴的無人炮塔，全是經過幾十年驗證的成熟機械結構。前線維修兵拿個扳手、鉗子就能簡單修好，甚至普通士兵自己就能換零件，根本不用等後方的專業工程師來支援。再看產能，蘇聯留下的完整生產線到現在還在滿負荷運轉，即便在戰爭狀態下，也能24小時不停工量產、修復，快速補上前線的戰損缺口。最後是後勤，俄軍用了這些老坦克幾十年，零部件高度通用，補給體系無比完善，不管開到什麼戰場都能快速保障到位。說白了，這些老坦克就是為殘酷的消耗戰而生，不怕炸，不怕壞，不怕耗。越是惡劣的戰場環境，越能發揮出他們的用處。可老坦克畢竟是老坦克，終究有繞不開的时代局限。面對烏克蘭的標槍、NLAW 反坦克導彈，還有漫天飛的無人機、海馬斯火箭炮的精準打擊，傳統俄系坦克防護薄弱，信息化水平低的短板被無限放大，炮塔被掀飛，車體被擊穿的畫面幾乎每天都在戰場上演。俄軍高層比誰都清楚，一直靠蘇聯遺留的老坦克撐場面絕對不是長久之計。想要扭轉戰場上的被動局面，重新奪回陸戰裝備的優勢，就必須列裝一款全新的4代坦克。而俄軍深耕多年、期盼已久的新一代主戰裝備，正是這款被寄予厚望的 T-14阿瑪塔，它也順理成章成為俄羅斯軍工突圍的希望之星。說實話，我剛看到 T-14阿瑪塔亮相的時候，連我這個老軍迷都覺得這款坦克是真的驚豔。作為蘇聯解體後俄羅斯首款全新設計的主戰坦克，它的設計理念確實走在了全球前列，完全配得上第4代主戰坦克的名號。只是俄羅斯官方大家都清楚，愛吹牛，鬼知道 T-14的水分有多大。咱们先来看看俄羅斯是怎麼宣傳 T-14的。第一眼看過去，最吸人眼球的就是那個無人炮塔，3名成員全部集中在車體前部的裝甲密封艙內，不僅把成員的生存能力拉滿了，還徹底打破了俄系坦克的傳統布局，完全實現了無人化操作。這一設計直接解決了俄系坦克被擊中就飛炮塔，成員瞬間陣亡的老毛病。就算炮塔被反坦克武器擊穿，引爆彈藥，成員也能最大程度活下來，安全係數比老坦克高出了好幾個檔次。第二，核心火力全面升級，遠程攻堅與反坦克能力大幅強化。T-14搭載俄軍全新2182 EM 型125毫米滑膛炮，炮口動能、射擊精度、彈藥適配性都比老款坦克炮實現跨越式提升。無論是反坦克作戰還是陣地火力覆蓋，都具備更強的壓制力。俄方還明確規劃，
後續將為其換裝125毫米大口徑坦克炮，屆時穿甲深度、爆破威力將進一步登頂，徹底拉開與俄軍老式坦克的火力代差。除此之外 ，T-14還配備了數字化火控系統、全景戰場態勢感知，瞄準更快，鎖定更穩，打擊更準，火力輸出效率與信息化打擊能力遠超俄軍的那些老坦克。單看紙面參數，完全能和美國 M1A2、德國豹217這些西方頂尖坦克正面掰手腕。可這份吹出來的強悍戰力，一到烏克蘭戰場就徹底現了原形。T-14剛被推上戰場前沿，就被烏軍直接擊毀一輛。所謂的4代坦克神話當場被戳破，俄軍不僅不敢承認這場慘敗，還火速把剩餘的 T-14全部撤出交火區。說到底，就是這款王牌裝備壓根不堪一擊，連戰場的真實火力都扛不住，完全是中看不中用的紙老虎。第一個死穴就是造價天價，俄羅斯軍費根本用不起。T-14單車生產成本超過3.5億盧布，折合美元差不多580萬。雖然遠遠低於美軍的 M1A2 造價的1200萬，但俄羅斯本身經濟實力就有限，常年軍費預算在全球排中游。俄烏冲突爆發後，絕大部分軍費都砸在了彈藥、人員補給、後勤保障上，根本沒有多余的預算去大規模採購這種奢侈品坦克。對於俄軍來說，花580萬美元買一輛嬌貴的測試車，遠不如花120萬美元買一輛皮實耐用的 T-72划算。有限的軍費注定了 T-14只能小批量生產，永遠成不了戰場主力。俄軍就算想讓它上前線，也捨不得用這種高價值裝備去拼消耗。第二個死穴就是產能徹底拉胯，核心供應鏈完全斷裂。俄羅斯最初給 T-14定的計劃十分宏偉，2020年前列裝132輛，組建首個阿瑪塔坦克團。可截止2026年，俄軍實際列裝的 T-14數量還不到20輛，而且全都是試生產型號，連完整的作戰能力都不具備。你敢信嗎？一款被吹了10幾年的4代坦克，到現在列裝的居然還不到20輛。究其原因，是蘇聯解體後，俄羅斯軍工體系徹底四分五裂，大量核心零部件的生產企業留在了烏克蘭、白俄羅斯等國。比如蘇聯時期造坦克核心部件的哈爾科夫馬雷舍夫工厂，現在就在烏克蘭，俄羅斯根本拿不到關鍵零件。本土的高端電子元件、精密傳感器、主動防御系統核心部件，要麼依賴进口，要麼根本造不出来。T-14的設計又過於複雜，對工業精度、供應鏈的要求極高，以俄羅斯當前的軍工水平，根本撐不起它的量產線。反觀那些老坦克，生產線成熟穩定，戰損多少就能補充多少。T-14連基本的裝備規模都湊不齊，拿什麼上戰場打仗？第三個死穴就是過於嬌貴，完全不適合俄烏這種操仗。俄烏戰場的核心特點就是環境惡劣，維修條件簡陋，戰鬥消耗極快。坦克一旦出了故障，必須快速簡易維修，修不好就只能棄車。可 T-14就像溫室裡養的花朵，無人炮塔結構複雜，精密電子設備一大堆，在前線簡陋的維修條件下，一旦出了故障，根本維修不了。比如無人炮塔的4伏電機壞了，前線根本沒有替換件，只能拉回下塔吉爾的乌拉爾车辆厂修，一來一回就是2個月。等維修完了，戰場局勢早就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了。更殘酷的是 ，T-14只要趕上正面戰場，必然會被打爆。它的精密電子系統在高強度打擊下極易失效，看似先進的無人炮塔根本扛不住烏軍無人機、反坦克導彈的集火攻擊。再加上俄軍落後的信息化作戰體系 ，T-14就算參數再強，也只能淪為烏軍的活靶子。更致命的是 ，T-14作為俄羅斯的核心技術名片，一旦被烏軍擊毀甚至俘獲，所有核心技術都會被西方扒得底朝天，這個風險俄軍根本賭不起。說到這裡，肯定有人會抬槓 ，T-14再拉胯，那也是4代坦克，總比烏克蘭那些老破坦克強吧？可真實的戰場結果恰恰相反，烏軍裝備的坦克大多是蘇聯遺留的 T-64、T-72改進型，還有北約援助的二手豹2以及閹割版 M1A1，甚至大多是3代坦克，卻在戰場上把俄軍坦克部隊打得節節敗退，這到底是為什麼？其實答案很簡單，戰場從來不是紙面參數的比拼，實用主義才是最終的王道。烏軍的坦克雖然性能落後，但有北約完整的信息化作戰體系支撐，無人機偵察、衛星定位、情報實時共享，能提前發現俄軍坦克的位置，發動精準打擊。而且烏軍根本不會用坦克和俄軍硬拼，
而是依靠低成本無人機、反坦克導彈以小博大，完美克制了俄軍坦克的優勢。同時，烏軍的坦克和俄軍的老坦克一樣，皮實耐造，好修好用，完全適配戰場的消耗節奏。可 T-14卻完全是另一副樣子，別說有北約體系加持，連俄軍自己的後勤體系都融不進去，造價貴，數量少，維修難，還根本無法融入俄軍現有的作戰體系。俄軍的後勤、指揮、維修體系全都是為老坦克量身打造的，根本適配不了 T-14的複雜需求。他就算上了戰場，也是孤軍奮戰，沒有支援，沒有維修，沒有體系支撐，毫無戰力可言。這就是最扎心的真相。即便俄軍在吹噓，一到戰場就要被戳破。可以說 T-14根本不是一款能打仗的主戰坦克，而是俄羅斯為了維持軍工大國的面子打造的展示品、測試車、閱兵道具。它的設計理念確實先進，代表了未来坦克的發展方向。可俄羅斯經濟乏力，產能拉胯，後勤薄弱，工業水平不足，直接把這款先进坦克拖成了國際笑話。因为它上去也是送人头，它從根源上就不適合這場殘酷的消耗戰。其實說到底，這一切的本質根本不是 T-14這款坦克的問題，而是俄羅斯軍工體系的全面衰落。曾經的蘇聯能建立全球最完整的坦克工業體系，造出頂尖的裝甲裝備。如今的俄羅斯連一款4代坦克都造不出，用不起，修不好，只能靠蘇聯遺留的老坦克撐場面。T-14的尷尬處境就是俄羅斯軍工從巔峰跌落的最好證明，也是俄系坦克無力回天的真實寫照。這期視頻到這就結束了，各位覺得被吹上天的 T-14阿瑪塔未來到底能不能真正扛起俄系坦克的大旗？你覺得 T-14之所以不敢上俄烏正面戰場，最核心的原因是造價、產能，還是它本身就不適合戰場？如果俄軍真的把 T-14大規模派上戰場，你覺得能扭轉俄烏的地面戰局嗎？可以在視頻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討論。